坦克尚未轰鸣，北京已硝烟四起，93大阅兵被官媒吹成习近平亲剪的荣耀秀，但聚光灯外分明是一场被迫登台的谢幕戏。张又侠暗中调兵，军管干部渗入国安公安，安全部长陈一新突然蒸发，高喊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李鸿忠只在央视镜头里远景一闪，曾贴着习家军标签的臂膀正被悄悄割断。专栏作家陈书涵冷嘲，习近平就算躺进八宝山，也要把手伸出棺材抓权。这场阅兵不再炫耀钢铁，而是权力倾斜的公开测试。四中前夜，谁还掌局？谁被请下牌桌？谁准备翻桌？又有谁在静候红墙崩塌的闷雷？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潇。北京之春今年6月号登载专栏作家陈书涵的文章，认为习近平很可能会将权力带进坟墓。陈书涵说，权力是中共的命根，习近平视权如命，要他下台等于要了他的命。如果一个人对老虎说，把你的皮脱下来给你10只羊，老虎会答应吗？现在要让习近平下台跟要老虎的皮不是一回事吗？除非习近平挂了，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，成为植物人，否则习近平会依旧做他的皇帝，直到挂在墙上。作为中共党魁，习近平几乎可以和中共画上等号，可以说是中共权力的正宗。在中共权力阶梯上，处于最高层的就是主人，他的下属都是走狗，主人怎么会被狗大臣攻击而退位呢？当然，主人也不能高枕无忧，他最担心的就是狗团结起来。一旦狗团结起来扑向主人，主人就成了狗的美餐。为此，他除了加强对高官的监控外，还不断地进行权力再分配，也就是扔出骨头让狗互相撕咬。只要狗互相撕咬，那么狗与狗之间就团结不起来，这样主人也就安全了。中共王朝的人事变迁本就是狗与狗互相撕咬的结果，他们撕咬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争抢骨头。是谁让他们争抢骨头的呢？那就是狗的主人习近平，因为只有习近平手上有骨头。大家知道，习近平上台12年，也祸害中国12年，他不会干别的，只会搞阴谋诡计，玩弄权术，弄得当今中国经济深陷泥潭，百业凋零，民不聊生。如果他现在退下来，一定会被清算。即便继任者是习近平的亲信，习近平也不能逃脱，因为当今中国的困局是习近平一人造成的，继任者绝对不会为习近平背锅。不管继任者怎么在习近平面前发誓效忠都不管用，继任者一旦大权在握，誓言就会飘到九霄云外。这就好比当年邓小平对毛太祖拍胸脯表态那样，对文革绝不翻案，永不翻案。但结果呢？毛尸骨未寒，邓小平就为文革翻案了，且翻了个底朝天。先前的狗一旦变为主人，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以前受的窝囊气彻底发泄出来，从而完成由狗到主人的蜕变。习近平深谙中共王朝的权斗传统，失去权力的结果只能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这正是习近平内心最大的恐惧，他要做的是刀俎而非鱼肉，而不做鱼肉的唯一方法就是握紧权力。正因为习近平12年来把中国祸害得一塌糊涂，他就失去了退下来的台阶。如果他执政12年，中国取得了比他的前任还大得多的经济成就，那么他倒是可以激流勇退，见好就收。目前习近平的处境是无路可退，唯有继续在祸害中国的末路上狂奔，直至崩在路上。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终身做皇帝。2018年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修改宪法，就暴露了他这个野心。从那时起，他就打定主意要永远掌权。如果所谓的中共元老派真能约束习近平，那么习近平修改宪法的阴谋根本就不能得逞。
现如今，无论是江派、胡派，还是其他的什么派系，都是贪赃枉法派，个个都在自求多福，其把柄被习近平牢牢握在手上。习近平想怎么玩弄他们，就怎么玩弄他们。他们要迎合习近平，都苦于没机会，哪还有胆向习近平发难呢？陈书涵最后说，总而言之，习近平绝对不会在今年4中全会下台，他会把权力带进坟墓，即便如此，他的手也会伸出棺材外抓权。陈书涵的判断说中了中共的本质，对权力永不放手。这不禁让人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政治笑话。据说江泽民治国无方，长吁短叹到毛纪念堂，向躺在水晶棺里的毛请教怎么办。毛回答：你进来，我出去。中共最高领导人永远不会放松权力，毛泽东如此，邓小平如此，江泽民如此，现在习近平也在紧紧追随他们，想跟他们一样把权力带进坟墓，甚至超出这个范围。然而形势比人强，习近平的权力与共产党的统治一起进入了垃圾时间，一些传言和流言在网络疯传，这好像中国历史上每到改朝换代的节骨眼上，就会流出不知从哪里来的童谣，唱着唱着，这个王朝就没有了。自媒体人姜森哲认为，现在习近平大权旁落的消息满天飞。最近张又侠派军管干部进入国安部和公安部，为什么习近平的亲信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？因为他疑心重，很像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。一般的帝王术是权衡之道，既要有恩威并存，又要有约束。可是当一个皇帝疑心过于严重的时候，就会导致众叛亲离，更严重就是导致亡国。账号官场观察工作室昭明6月24号在 X 平台发帖说，2025年6月23日，中共国家安全法10周年座谈会，安全部部长陈一新消失。这意味着张又侠清理枪杆子，军内诛杀习派将领完毕，开始清洗刀把子国安部、公安部。习近平将成光杆司令，还是趁早逃之夭夭吧。党内凡是犯有路线错误的，不可能不遭清算。许多媒体人如蔡胜坤认为，陈一新没参加国家安全10周年座谈会，仅凭这一件事就断定陈一新遭到清理，似乎有点为时过早。不过从网上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的程度看，人心取向还是极其分明的，那就是盼着习近平的势力被削弱，大有墙倒众人推的意味。尽管中共官宣习近平将检阅93大阅兵，还是不能阻止习近平大权旁落的猜疑。外界注意到，中共这次阅兵安排有一个细节，中共少将副局长吴泽科在介绍阅兵安排时说，这是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决定，说明习检阅部队是被安排的，不正是习只是在配合演戏，告诉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表现吗？原中共海军航空兵部中校参谋姚成6月24号在 X 平台发文说，网上看到有关习近平要主导93大阅兵的消息，我认为如果中共不打算让习下台，那就让你们自己去折腾吧，这个国家没救了，烂透了，老子也没那个心思陪你们玩了。这反映出很多人都在期待着改朝换代。你想，就算没有这些传言和流言，就这个期待改朝换代的大众心理趋势，就是人心思变了。习近平的权力能不进入垃圾时间吗？你又怎么看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